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1月6日晚间19点0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指的表现呢。那道指呢，昨天晚间出现了一个1%的下跌，这个1%的下跌呢，让行情重新回到了一个8界阴线的势力范围。我们看啊，这个位置上啊，12月15日这一天出现了一个蜈蚣阴线，蜈蚣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界阴线，8界阴线后面的行情都是围绕8界的主阴线做的震荡啊，所以呢，我们管后面的这些 K 线呢叫做妖怪 K 线。那么有了8界阴线之后，我们下方的预期是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啊。然后今天晚上要公布一个非农数据啊，这个数据公布出来非常重要啊，因为非农数据如果高了的话啊，这个数据如果高了的话，代表美国就业形势啊，城市就业形势良好啊，也就是经济出现了好转。那么经济好转必然要加息，那么有了加息预期，行情会下跌。那么如果非农数据低于预期，也就是城市就业人口啊少了的话，证明美国经济不好。那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加息可能暂缓啊，所以呢就出现了不确定啊。但无论这个数据好与坏，大概率啊都是下跌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埃困昨天发来的数据啊，那在这个数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一共13组数据啊，有3次是上涨的啊。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如果非农数据在今晚21点30公布啊，大概率是有一个下跌的行情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埃困特意给出了一个解释。那就是数据表明，当非农数据金值大于预期时啊，30分钟周期下 BTC 价格大概率走低；当非农数据金值小于预期时啊，比特币涨跌趋势不明朗啊，所以呢，总而言之，下跌的概率是大的啊。但是美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啊，就是这个数据公布之前，往往出现一个小幅的拉升啊，所以呢，今天大概率会出现什么呢？冲高回落的结构啊，无论是比特币还是美股都容易走一个冲高回落啊，甚至是美股不是9点半啊，它这个数据公布呢，它可能会走一个高开低走的结构。那对于比特币来说啊，有可能冲到17000美金，然后快速回落啊，这就是对那个非农数据的一个解读。那么道琼斯工业指数啊，这里面有日线级别下跌需求的一个预期。然后如果日线级别下跌需求走出来之后，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啊，周线级别上已经走出了一个蜈蚣阴线，走出了8界阴线。那么下方呢，就有可能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走一个周线级别下跌需求。那如果周线级别下跌需求出现之后啊，它容易回到这个下跌通道当中来，最终呢可能会出现平行于2020年2月份的这个急速的下杀啊。然后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啊，讲比特币之前呢，还是要讲一下火腿。那火币网出现各种纠纷啊，首先它是这个每个月付出的工资达到1000万美金啊，然后孙宇晨觉得这个付出的工资多了，他跟这个员工在钉钉网上啊解散了这个钉钉社区啊，所以呢火腿遭到了抛售啊，从昨天到今天最大跌幅已经超过20%。然后在它的影响下呢 ，TRX 啊，也就是孙宇晨发的这个代币呢，TRX 啊，最大跌幅也达到了11%，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朋友们。这个现象非常不好啊，会严重影响到行情。为什么呢？我们看 TRX 啊，这个位置上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收敛三角形的结构。那底边线的位置呢，大概就是今天最低点到达0.049这个位置。那么这个结构呢，本身啊，它是一个收敛三角形的结构，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容易发生变盘动作。但是如果孙宇晨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啊，它容易跌破这个平台。那么我们测量一下，从最高点到最低点，目前 TRX 的最大跌幅是76%。76%的跌幅是什么概念呢？这轮行情比特币的最大跌幅大概是在77%，
所以呢 TRX 在今天之前啊，它是略强于比特币的，甚至可以和 BNB 做对比，因为我们看到啊 BNB 本身啊这轮行情在日线级别上，它也同样形成了一个平台式的结构啊，那么它的最大跌幅呢大概是75%啊，我们可以测量一下，它的最大跌幅呢大概是75%啊，也就是说 TRX 在这轮熊市当中虽然没有亮眼的表现啊，但它也不是很差啊，几乎和比特币保持了一个平行的震荡和下跌啊。那么如果 0.05 这个位置上，这个平台最终发动了跌破行为啊，我们看到啊，这里面也是符合了江恩的44等位置波谷啊。44等位置波谷之后啊，如果出现急速下跌啊，那么它的结构呢就会非常类似于什么呢？非常类似于18年比特币的结构啊。我们看到18年比特币在10月份啊，在11月份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杀，这个下杀动作从6000点直接跌到了3000点啊，从6000美金跌到了3000美金啊，这也是一个平台的跌破。那么如果 TRX 因为孙宇晨的这些比较复杂的事儿啊，因为这些事儿最终啊它跌破了平台啊，那么 TRX 就出现了什么呢？在行情当中我们有个术语啊叫领跌，一旦有了领跌，那么啊其他主流币怎么看呢？ BNB 怎么看呢？对吧？ BTC 怎么看？以太坊怎么看呢？啊，有了领跌之后啊，其他都容易出现啊一个快速下涨。那么这轮行情有几个浪子回头币，之前我说了啊，对整个数字货币市场都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比如说 Luna C 的暴雷， FTX 交易所的暴雷。那么在目前熊市末期，如果 TRX 火腿币暴雷之后啊，一定会让包括比特币在内的绝大多数数字货币啊跌破这轮行情最终的平台啊，这样会让比特币重新进入到一个新的下跌趋势。但就这件事儿而言啊，客观来讲啊，我们看事情啊，更多的不要把这个主观的东西放在里面啊，更客观的一点来讲的话啊，这些事儿啊会推动比特币的价格快速进入谷底啊，因为现在这个行情非常磨人。我们看到啊，对于比特币来说，我找一个我画图画的比较多的啊。对于比特币来说啊，已经长达2个月的横盘震荡啊，这2个月当中呢，是从11月9号开始的，今天是1月6号，差3天2个月啊。这2个月的横盘震荡呢，主要是围绕11月8日和11月9日啊进行的一个回补动作啊。回补完成之后，我们已经在底部空间上看到了日线级别上走出了一个44等位置波谷。那么啊，根据江恩的44等位置波谷法则，就应该有一个新的低点啊。但是行情在这个位置上持续不动啊，持续的横盘震荡啊，已经让很多人失去了耐心啊。当然了，包括我在内啊，在1月1日啊，让大家开始布局一些现货，也是由于我这个耐心啊已经被耗尽了啊，被这个折磨人的行情耗尽了啊，确实应该有一个仓位，但是呢，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同时看到了2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啊，一个是美股可能会由于今天非农数据的公布出现一个下行动作，第二个是就是火币网、火腿币包括 TRX 目前有可能出现一个暴雷，从而在他们领跌的行情下带崩比特币走向新的低点然后对这轮熊市我也提到了10月5日这一天呢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10月8日出现悟空阴线，10月9日出现8阶阴线
横盘震荡之后，就有可能走上层阴线和唐层阴线，最终呢完成它的周线级别下跌洗筹。我们看啊，周线级别上11月7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后面的震荡呢是干扰型 K 线，那么就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最终呢，我们的目标点位是10500啊，这个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啊。那么 TRX 的暴雷，HT 的暴雷啊，可能会是这轮行情继续下探到底的一个催化剂啊。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啊，我认为它是一个好事啊，毕竟呢，我们等了1年了。从前年21年11月份见顶的那天开始，69000美金见顶的这一天开始已经1年有余啊。那么大家呢都在等这个底部的到来啊。我希望这个事儿暴雷这个事儿快点发生，快点结束，行情呢也重新启动啊。毕竟我们做了1年多的空头，也做烦了，也做累了啊。该吃的肉，该获利的部分我们已经获利成功了。那后面的行情我认为我应该做一些现货甚至做一些多头。但是比特币在这个位置横盘不动它是折磨人的我们社区也有很多人每天都在抱怨行情怎么还是不动呢？2个月了，朋友们2个月了，在这里面震荡所以呢，这次的火币网暴雷可能是一个好的消息可能是一个好的消息。同时呢，今天我也看了一些文章这个文章里面提到BNB 它上面比特币的成交量已经超过了90%在这之前呢，BN 平台上比特币的交易量仅有45%经过这1年的熊市，很多山寨一些的交易所纷纷倒闭，大量资金涌入到 BN 平台甚至包括之前链上的资金也纷纷涌入 BN 平台大家都觉得 BN 是比较安全的，比较放心的，可以在上面进行交易的。所以呢，目前BN 平台比特币的成交量占比达到90%这是一个资本集中化的表现。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有28定律包括我们会员群也是也是80%的人是不亏但是赚的不多，只有20%的人赚的比较多其他的事情也是这样，28定律在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终于看到了平台中的一个28分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那么也意味着行情很快会见底。那么我就把这几个山寨一些的币种说一下首先呢 TRX 今天跌的比较多跌了11个点的 TRX， 在这个位置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可能会发生下跌这个位置下跌的话有可能会打折这个价格可能会到 0.025。 那么还有就是火腿币火腿目前价格在4.7美金在4.7美金，我们测量一下它的这轮下跌最大跌幅达到90%，意味着火腿币也是一个真正的山寨它和 BNB 不同它是一个它不是次主流，它是一个真正的山寨币因为它的最大跌幅已经超过90%了。那么当前的这个价格我认为还是比较高的对于4.7美金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我认为在2美金附近可以做它的一个抄底动作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币安交易所目前对比特币的成交量已经达到90%，那么其他交易所呢会共同竞争剩余的10%的成交量10%的对比特币的成交量所以呢这个火腿的价格就会因为这个消息而再度打折下来被打压下来。所以呢我认为2美金是它的一个熊市当中的一个好的估值一个好的估值。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ETC ETC 也是需要关注的为什么关注 ETC 呢？因为它往往是一个反指。我们看到前天出现了一个上涨之后这个涨幅达到25%这个涨幅在熊市当中是非常大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涨幅呢？因为之前跌的比较多
啊，跌得多了之后，它的反弹往往出现一个报复性的反弹啊，但在 ETC 之后呢，上涨之后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反指啊，反指出现之后会影响到很多的行情啊，它的拉升往往是行情阶段性反弹的一个末期啊，那么它的上涨，我们看一下。它的上涨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优，那目前呢已经做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对称的一个下跌细优，同时呢我们看到50日均线已经拐头向下那么给出的目标点位呢就是在16美金附近16美金呢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166均169日均线169日均线呢这个支撑位。然后对于现货我对 SOL 还是比较看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轮行情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完成4小时级别上涨细优之后这轮4小时级别上涨细优完成之后呢，它做了一定的调整。那目前为止小日线级别调整已经结束如果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一个平台的话它的上涨趋势呢依然没有发生变化。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还在上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止损呢是在12.5美金附近为什么要设置在这儿呢？因为在图上我们可以对这个线进行延长，这是144日均线，这是169日均线。那如果这个5日均线和10日均线跌到这个位置上，跌到12.5美金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止损位，但行情走到这儿它有可能在这个当前价格13美金附近做一个平台。那么如果这个平台成立的话，它就支撑住了。如果能够支撑住的话，它的日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了，日线级别上有悟空阳线，有八节阳线八节阳线后面都是对多头方向的一个干扰动作。那么它就有可能走出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稀有的动作，最终呢让价格到达20美金附近。所以呢，它的多头趋势目前没有完全被破坏因此呢可以还继续持有在设置止损的情况下继续持有等待它的多头继续发酵。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一键3连，感谢大家，再见。